几年了，我一直有一个愿望，就是到十里桃林去钓一次鱼。今天终于如愿了，我们来到了韶山的一个桃林水库。你看看这美丽的桃花，我会不会钓鱼的时候碰上浅浅的呢？很多人就想问，钓翘嘴我该怎样选钓位？其实翘嘴和鲢鳙是一样的，只是选2个条件。第一，水深，越是悬崖峭壁的地方越好。第二，面对大水面，就是你对着的水面比较大、宽阔的地方，因为大水面它鱼多。最后水深大水面，然后你把鱼诱过来，那你就一定能报复。刚才拿铅笔测试了一下，这个位置水深大概只有4米多一点，所以应该算是个不错的位置啊。其实在这3月份这个天气，在湖南湖北这些地方钓那个翘嘴，用玉米是有一定的风险的，因为最好用玉米的季节在4月份5月份，这个时候气温还是不够高，在最重要的是早晚冷，中午热，所以这个时候钓用玉米钓就有一定的风险，但是它要么空军，要么就报复。钓这个翘嘴啊，还是老办法啊，新鲜玉米削一点，削好了以后用手一捏，挤点汁出来，然后把这个嫩玉米窝料兑个1/3进去。你可以多削一点新鲜玉米，降低成本啊，因为这毕竟是打窝嘛。钓饵就用这个瓶装的这个天窝嫩玉米。调漂之前，先打几勺窝子，诱个鱼，到底是空军还是报复啊？由于我来的这个山边这一条边这个位置，目前我左右没有人，没什么人，所以我就想用6.3米的先试一下啊。6.3米的毕竟钓起来还是轻松一些。你看，老万，你看离前面我们那个大概有20米远了，那里有个小浪花，那就是小翘嘴在水面上。左前方呢，但是现在没有了，证明那个鱼还是在远处啊。这估计换9米也不是想象中那么好。6.3米钓了半天，一个口都没有，但是我感觉它前面离这个钓位大概有30米远的地方有那个鱼花，那个花应该是翘嘴，所以我现在决定换长竿，换9米的试一下，1寸长1寸强，这鱼肯定还是在外面，直接上核武器啊，9米的。为了怕这个浮漂太远了看不清，就用这个粗尾的啊。哎呀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勾大了吗？不可能啊！不过它都不是那个拖着走，它都是往下一点，是吧？你看这一点，你看到没有？它不敲这样拖着一走，来了，边鱼。这不是目标鱼啊，怎么成了个单江口一样呢？钓翘嘴来边鱼，边鱼也行，先开个张，你说来是吧？边鱼也是鱼。这是个什么？翘嘴。哎呀，终于钓到一个目标鱼。这还不到1斤呢，但是至少是目标鱼。现在好像口多了一点，希望能打成连竿啊。
嘿，哎呀，起来了！这明显是小鱼啊，一下子浮漂黑下去了。当准备打的时候，它起来了。要是大一点的鱼，翘嘴什么的，它根本就拖着走了。哎，翘嘴，可惜有点小啊，品种是翘嘴，连杆也可以噻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每抛一杆下去，可以打2次窝子，这样的话是为了诱鱼。打2下以后，你发现还没有动作，你就可以拎起来重新抛。哦，完了，终于中招了。终于挂书了。哎，咦，可以了。这下连着2个都是翘嘴啊。这一条可以啊。很多人问那个钓翘嘴的时候啊，我们应该钓水深钓多少？这个就是跟我平常钓鲢鳙一样，我一般的都是全飞铅。全飞铅的意思就是这，你看铅皮已经飞到了这个漂的底下，然后大概就是钓2米左右。这个主线这里有1米，子线差不多1米，大概2米左右。但是这个深一点点，比如说我2.5米、3米或者1.5米，这个区别不是挺大。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浮漂一抛下去，这个铅就很快就把浮漂立起来了，而子线在水里还是这种状态，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钩子轻，然后这个铅飞上来了，所以这2颗玉米在水底下，它都是这样缓沉的，这样才容易让那个翘嘴接着。等这个玉米到了你想钓的那个目数，比如说我挂上玉米，现在钓的是4、5目，到了那个目数没动作了，我们要拎起来重新抛出去，让它再这样缓沉，然后通过打窝的方式把鱼诱过来，是这样一个过程。哎，咦，这个可以。直接接着了，下去就，它直接接着的都大一些，那一点往下一点一黑的都小一些。这个有2斤多吧。咦，哇，哎，哇，哎呀，我的，哇，这条大，哇，这2.0的扛不扛得住啊？这条可真有点大了，这个可以，这好好照张相这一条。这长杆子坚持钓，硬是把鱼搞过来了。这要不换成长杆子，怎么也钓不到这条鱼。今天这个时候一般的都不要着急，因为整个时候都是杆尖子的力量把它带着的。这个时候杆子的腰力都没用上，全部是靠杆尖。这个时候杆子质量一不好，它就崩了。哎呀，来！这条可以。这一条哇，这一条可以吧？这一会儿嘣掉水里了。哎，钓了4、5个小时，刚开始是6.3米的，钓了1个多小时，一个动作都没有。然后换成9米，钓的刚开始也没什么信号，
后来经过连续的小勺子打窝，一直打到后来鱼终于来了。后来钓到现在就是连竿了。看看今天的鱼货啊！我说了，这个季节钓那个玉米，要么暴富，要么空军。其中有一条大翘嘴是比较满意的啊。今天来到湖南韶山的一个红旗水库，这个水库开放是300一天，但是呢，里面有翘嘴。3月份这个季节我穿这么多，实际上钓翘嘴是有一定挑战性的。真正钓翘嘴最好的季节应该是在下个月，但是我今天就是想来试一下，能不能把这个红旗水库钓成牛角龙。今天用的钓饵就是这个削好的新鲜玉米，加这个天元的嫩玉米窝料，搅均匀。这个做打窝的，然后这个做钓饵就可以了。哇，加大火力！怎么会空呢？那两竿，但是两竿看上去都没有力气。天气冷了，这个鱼的吃口不太好，所以我把子线变小一点。变成2号的，然后把子线变长一点。咦，好大呀！不像翘嘴呀，这么宽，是翘嘴吗？哇，这个翘嘴这么宽，超网呢，好有劲啊！这里鱼。哎呀，这一条过瘾呐！终于来了啊！钓了1个多小时，第一条，后面希望变成牛角龙，再来一口就中。又吃了一口。大概是在2、3米深的位置接的，它不是在面上接的，这证明这个鱼的活性还不是蛮好。又来了，哎，终于开始了。这里的翘嘴大小还蛮好啊。可以吧？这个翘嘴呀，在视频里面看的都挺小，因为它这个体型看上去就是瘦长的，但实际上现场看它还是挺大。又来了，连杆了吧？现在钓的都差不多，都是2斤多的，3斤。这是连杆呐，第3条，1个多小时没有口，打了2、3个空杆，然后不停的诱，连杆呢。现在看下一杆它会不会又连上啊？这个翘嘴呀，啊，你打点又来了，又在吃。来了！哇！哎呀！哇，这鲤鱼好有劲呐！这2、3斤的，给人感觉钓的像4、5斤的这个力气。我刚才这一杆要连，又中上了吧？这个翘嘴啊，它有一个特点，它是群居的，它就是一群一群的喜欢待在一起。你要是找的位置不对，或者没有诱进窝子里面来，你可能钓很长时间都没有鱼。但是你找的位置对，你坚持诱，它迟早会诱过来。只要一诱过来，它就是一群。这个时候节奏要把握好。如果你溜鱼的时间比较长了，下一杆下去之前，先打个窝。这一小勺子的目的就是把它留到那里，
把这一群不能让它走了。再来上饵，我希望这一竿它又连上，一定要抛直啊，抛到那个玉米在前面，漂在后面。一抛下去的时候，马上补一小勺子。又来了，又来了！哎呀，打空了，打早了，打早了，激动了。它还没完全拖走，这明显就是太激动了啊！切线了，这断了吗？秒切了，要换子线了，赶紧先补点窝，把鱼留在那里。钓鱼的人呢，都有一个特点，总是一切线的，一刨鱼了，就心里想，刨的那个是不是米级的？我也这么想。再要补一小勺，因为换子线耽误的时间太长了。一定要把这鱼来的这一圈鱼留到窝子里。你只要把这一圈鱼留着了，今天就开启你的表演。好，看会不会连第5竿啊？在不在窝子里？来了，连了吧？今天把300豆钓成了1300豆。哎呦！你知道为什么刚才那空竿吗？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刚才空枪吗？主线没压下去，鱼小了一点，主线没压下去，它在一吸的时候、拖的时候，后面有个反的力量，饵料没拖进去，又吃了，又没吃进去，没吃进去，呀呀，又吃了。哇，好也进这里鱼，这一条可以吧？啊，你看这个，我钓的差不多3米深，现在漂已经到下面去了，大概有1分钟了，然后没有动作，我就拿起来重新抛。我一重新抛，它可能就直接接着了。试一下啊！接了一口，看到没？接了一口，所以它就是要这样不停的抛，它才会接。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它就是要这样接，这个好小，这个好小，小一些，小一些就证明火力要加大了。当这个动作变少，鱼变小的时候，证明你窝子里面的大鱼已经不多了。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办法，加大火力。你看我等会儿抛一竿打3勺窝子，这样连续3、4次以后，大鱼又来了。小鱼闹10多，大鱼不在窝，走起，走起，走起。这加大火力来了没？大的吧，是不是？看，所以钓鱼这个节奏要掌握的好。你一加大火力，这哇，最大的一条。这一条怎么样？哎呀，哎呀呀！哇，出去了，又松了，你就不能是强行拉，线太长了，你来不来？进去哇，进去！为了怕它跑了，我决定用腿夹着，这下
这一条可以吧？啊，我们是9点多钟来的，大概10点多钟开始钓，钓了4个多小时，接近5个小时。看一下钓的渔获啊，现在接着钓下去，应该1个小时能钓50斤左右。这一格是120斤，这是45的渔获，看到没有？当时我们钓起来每一条在视频里面可能看着翘的挺小，一直到渔获里面才看，这就不小了，100多斤肯定是有。